你知道在韩国还有谁比顶流明星更火吗？那就是他们国内排名第1的补习老师。许多家庭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让孩子参加他的补习班。补习班放学时，周边道路都会严重堵塞，有的家长为了抢占前排座位，凌晨就开始排队，还有家长花钱请人代排。学生们每天清晨急匆匆地赶去上课，家长们则小跑着去排队。这一幕宛如僵尸出笼。我们的女主角在这种狂热氛围中登场，她曾是手球国家队的一员，现在和队友共同经营一家小餐馆。一天，她经过培训机构，为了避开排队人群，不慎撞到了那位补课老师的立牌。为了不被狂热的家长们处置，她匆忙修理了一下立牌，便匆匆离开。回到店里，她和合伙人兼前队友英珠讨论刚才的遭遇。她真的无法理解那些家长的疯狂，为了一个好位置争吵甚至扯头发。这位补习名师的人气已经超过了防弹少年团。行善认为，韩国这种浓厚的补习风气应由妈妈们承担全部责任，家长们对成绩的过度重视导致了不健康的竞争。此时，在这场补习大战中占据领先地位的男主角登场，他姓氏复杂，名字直白，直说是目前韩国最炙手可热的补课老师。此刻，他正在参与一个宣传片的拍摄，开场便向《王牌特工》中的经典场面致敬。追求完美的导演打算再拍10分钟，结果被直说狠狠斥责了一番。他每年为经济带来约1万亿的价值，10分钟的价值差不多是1700万。直说提醒导演，如果不能支付1700万，就不应该提出严实的无理要求。直说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数学老师，他对数字和效率极为敏感，即便是在回培训机构的路上，他也在准备教案。正是他的天赋和像苦行僧一样的专业精神，打造了他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这时，助手拓海告诉直说，竞争对手阿浩正在直播解析高3试题。直说一听，马上振奋起来，命令拓海全力冲刺通过5连发卡弯。他也准备赶回去直播，与阿浩一决高下。回到公司后，直说立刻指派任务，安排大家准备。一位女同事显得非常沮丧，她抱怨说自己入职1年多了，直说还叫不出她的名字。另一位同事轻声叹息，安慰道：“我都3年了。”直说的性格可以说是反人类，许多别人看重的事，在他这里几乎都是次要的。他全心投入学术的好处很快显现了。自从直说开始直播之后，他与阿浩的直播间人气渐长渐短。阿浩的直播间观众数迅速超过了1000人，而直说这边的观众数已达数万，屏幕上满是学生们点赞的标记。目前校园里的风气是这样的：差生忙着比拼权力，好生忙着比成绩。常年占据年级第1的学霸秀雅去试探了一番，探查了几个潜在竞争者的模拟考成绩，发现他们普遍考得不好。秀雅心里乐开了花。那些被试探的同学感到非常沮丧，尤其是行善的女儿海一，她和同学善在抱怨现在的不良风气。明明大家都已经很努力学习，他们既不叛逆也不惹麻烦，但只因为成绩不如人就要承受失败的打击。郁闷的海一拉着善在去坐了半小时的公交车散心。在他渐渐入睡时，善在正偷偷地注视着他。回到家后，海一被妈妈叫去帮忙送餐。他原本想和妈妈谈谈补课的事，话到嘴边却最终没说出口。这个懂事的女孩经历了1天的模拟考后，回家还要先帮忙做家务。这时，海一的舅舅善弟出场了。他有轻度亚斯伯格综合症，是自闭症谱系的一种。这个小家庭经历了不少困难，幸运的是他们相处的还算和睦。到了夜晚，由于直说的补习班在行善的小饭店附近，他的店铺经常迎来想买吃的妈妈们，同时也是他们炫耀孩子的时刻。秀雅最近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因此她妈妈的地位也因此水涨船高。唯一不随大流的是善在的妈妈绿姐，她是一位有名的大律师，习惯独来独往。行善则一直在尽力调解争端，从他身上已经看不出曾是国家队成员的痕迹。此时直说刚刚结束了一堂课，下课时他精神稍显恍惚，看见一个女孩向他跑来，转瞬间幻觉中的女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喜欢他的女学生。直说对这些小女孩不太感兴趣，同事们介绍的相亲对象也一一被他拒绝。这个男人身上似乎隐藏着一些秘密。拓海开车送直说回家，他好奇地询问直说为什么拒绝相亲。直说告诉拓海，谈恋爱和维持人际关系真的很累，他每天需要喝至少8杯咖啡来保持精力，把99%的精力都用在教学上，剩下的1%只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可惜直说连这最后的愿望也未能实现，他因为压力过大患上了饮食障碍，常有胃酸反流，吃完东西后容易肚子不舒服。拓海询问了直说幻觉中看到的女孩，直说对这个话题很敏感，选择回避。回到家后，直说又遇到了麻烦，一个暗恋他的女学生竟然跟踪他到家。直说急忙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女孩送走，偏偏这个女孩在临别时强行拥抱了直说。这一幕被远处的神秘人拍下了，显然直说即将面临大麻烦。每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善在刚从学校回家就碰到父母吵架，他的父亲拿起水桶就跑，离家出走了。绿姐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和儿子复盘模拟考试的成绩。绿姐希望善仔追求韩国热门的医学生专业，他的压力让善仔感到很难受。这时善在哥哥的房间里传来音乐声，绿姐的表情一变，临时放过了善仔。行善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原本打算考试后好好请女儿吃一顿，结果善弟突然高烧近40度，海一立刻给医院打电话，他的动作熟练到让人心疼。行善在医院结算医药费时，用了4张银行卡支付38万韩元的费用。海一看到这一幕，再也不敢提补课的事。夜深了，行善累得不行，
明天还得早起开店赚钱。尽管如此，他还得照顾病中的善地，无法休息。海一的情况也不好，学校布置了手工作业，同学们都让妈妈帮忙完成了。他在繁忙的学业之外还要自己熬夜做手工。今晚还有一个无法入睡的人是直说，他不知道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在床上睡得很不自在，翻来覆去，反而当他睡在地上时，很快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那个经常在幻觉中出现的女学生又一次出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被拓海的电话吵醒，拓海催他快点上社交网站看。果不其然，前一晚女学生拥抱直说的照片已经被热议，这一幕首次让人意识到直说也是个普通人。拓海安慰他说，公关已经在处理了，过几天事情就会平息。直说迫切需要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安全感，于是让拓海把这话重复了3遍。直说刚感到稍微好一点，又被新的打击弄得很绝望。那位跟踪他的女学生竟然发帖谎称和直说在交往。处于风口浪尖的直说最后选择停课，他一停课，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人开始怀疑直说停课是因为心虚，各种猜测纷至沓来。这时候的直说已经住院了，拓海转达了医生的建议，辞职休息以缓解压力。用医生的话说，这个人虽年轻，但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医院成了男女主角命运相遇的舞台。起因是直说误以为善弟在偷拍他，争夺手机时，不知情的行善跑来保护弟弟，女友力爆棚，一不小心把直说推倒了。直说不想被围观，捡起善弟的手机就跑，行善立刻追了出去。凭他国家队的体质，根本不给直说停下来拍照的机会。直说计算了2人的奔跑速度，绝望地发现，只要一直跑，自己肯定会被追上。他毕竟是数学老师，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频繁急转弯，利用行善跑得快、惯性大的特点，稍稍拉开距离，最终躲进男厕所的隔间，暂时逃脱了一劫。直说研究了半天才发现善弟拍的不是他，而是他衣服上的老虎图案。困惑的直说正准备悄悄回去还手机，结果被蹲守外面的行善堵了个正着，他只好扔掉手机，引开行善后自己再次逃跑。这下真的惹出大麻烦了。善弟发现手机坏了后连饭都不吃，行善怎么哄都没用。这时海一回来了，行善看着他身上湿漉漉的，调侃女儿只顾学习，连下雨都不知道买伞。行善完全没注意到海一心情不好。后来行善请海一帮忙做东西给善弟吃，海一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他的手工作业被大家嘲笑，下雨天没家长送伞，模拟考成绩也无人关心。心里委屈的海一责怪行善不是他亲生母亲，所以不上心，说完就离家出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还有隐情。善弟感觉到气氛不对劲，赶忙乖乖去吃饭了。行善赶出门去询问海一的烦恼，这时海一已经平静了下来，他轻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想要报名参加直说的辅导班。很巧，这时候直说正吃着拓海给他买的行善家快餐，几口菜下去，他的眼睛突然红了。吃完后看着快餐袋上的店名陷入沉思。吃完行善家的饭后，直说突然想哭，接下来的回忆中揭示了原因。直说早年也是小镇上的做题家，为了实现老爸希望家里出个文化人的愿望，孝顺的直说在别人玩耍的青春里只顾读书，经常读到不分昼夜，随便找点东西吃。幸运的是遇到了好心的饭店老板善妈，她总是给直说提供充足的饭菜，麻烦总是找上门，厄运永远缠绕苦命人。直说父亲在他备考期间不幸去世，老父亲在捡废纸时出了车祸，也被送到了医院，但为了省钱供儿子读书，最后没有进行彻底检查，这导致了潜在的问题最终酿成悲剧。葬礼过后，直说感觉天都塌了，他找不到继续学业的动力。这时善妈再次站出来，邀请直说到他家里免费吃饭。那天直说吃的很多，哭得很伤心。同一天，行善在国家队放假回家看妈妈，他被善妈安排给直说上菜，发生了一个温暖的小细节。行善主动调大电视音量，掩盖哭声，避免直说尴尬。可惜好人不一定有好报，行善多年未回家的姐姐突然抛下海一逃走了，家人甚至都没有见到他一面。如果不是善姐留下一封信，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善妈不甘心，想去找多年未见的女儿，结果刚出门就发生车祸去世。行善的苦难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经常需要带善弟和海一去医院，经常请假成了常事。教练对此非常不满，坚决不批准假条，甚至说出海一死了他才会批假的恶语。行善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他立即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转身接手妈妈的小菜店，还要在晚高峰挤出时间去接海一。年轻的行善照顾海一，完全像是一个孩子照顾另一个孩子。当堂善得之海一想要有一个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妈妈时，这位年轻的阿姨从此变成了海一的妈妈。时间回到现在，行善正在用跳绳惩罚自己，他恨自己没有早点发现海一想要补课的心愿。英珠劝行善不要自责，谈恋爱、玩游戏、购物，年轻人喜欢这些可以理解，没想到会有孩子渴望补课。况且行善为了海一放弃了国家队，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就算有些疏漏也完全可以理解。英珠发话了，谁要是胡说八道，他第一个不放过他。在英珠的鼓励下，行善重新振作，他决定补救，明天就去了解补习班的情况。行善一去补习班了解，简直大开眼界，原来报名直说的班这么难，还得去家长论坛攻略怎么报名。行善怎么也想不通，报个补习班怎么比国家队选拔还难。直说此刻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再次遇见行善，他正在心理医生那里咨询为什么自己会因为吃饭而哭。直到现在，直说还没认出行善是善妈的女儿。
也没想到昨晚的饭菜和多年前的那些温暖的饭菜是一样的。心理医生从未听说过吃顿饭能治愈心灵的，这连小当家做不到吧？他只好让直说继续观察一下。回公司的路上，直说心情很好，无论如何，他长期的吃不好睡不好的问题有所缓解，这是好事。他特意问拓海昨天那个小菜店的情况，打算今天讲座结束后去那里大吃一顿。拓海很震惊，直说原本都快厌食了，没想到今天突然改变了。在接下来的一场演讲活动中，直说耐心又幽默地回答着家长们的问题。同事们只见过直说认真细致的一面，还误以为他是为了钱才讨好那些有钱的家长，但事实并非如此。直说曾经家里为了省钱而有家人去世，他对没钱非常恐惧，但他工作努力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老师是他父亲生前的愿望。直说也希望利用老师的身份，尽可能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普通孩子改变命运。夜里，活动结束后，直说和拓海来到行善的店门口，他看到行善的那一刻，差点吓到尿裤子。直说溜回车里，问拓海这个老板是谁，这才知道对方是前国家队成员。终于明白为什么行善跑得那么快。直说被吓得不轻，赶紧让拓海开车赶紧离开。行善没能看清直说的脸，还以为是哪来的两个怪人，也没在意。当下他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了明天的报名补习班大作战上，发誓一定要早早帮海一抢来一个名额。长夜漫漫，每个人都困在各自的悲喜里。直说从别家打包了一份便当回去，他骗自己说各家之间的饭菜都一样，可强行吃了没2口就反酸想吐，最后把便当全给倒了。第二天，行善正准备冲去报名，结果在店门口被饥肠的直说堵个正着。直说靠着乔装打扮没被认出来，一直询问店里几点开门。行善也不确定，本来只想说个大概时间，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对上的是一个对数字格外苛刻的数学老师，而且这个数学老师现在还饿到能吃人。直说非得确认一个精确的开门时间，无奈的行善保证中午12点开门，这才脱身。接下来继上集致敬王牌特工之后，这集又致敬了《阿甘正传》里跑步的名场面。那些原本觉得报名来得及上班来得及的人们，受到行善的影响非常交虎，纷纷加入了跑步大军。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行善心里很慌，忍不住在心里把刚刚耽误自己的直说臭骂了一顿。下一秒，他因为害怕报名的号码拿光，开始向满天神佛祈祷，顺带为臭骂直说仪式了个悔。这对排着排着，眼看号码就要拿光，行善越想越气，把满天神佛连带直说又给骂了一遍。让他没想到的是，神明以德报怨，最后的号码刚好发到了行善手里。很快，海一接到行善电话，高兴坏了。有人欢喜，有人愁，这愁的人就是担心第一宝座被抢的秀雅。时间转眼来到中午12点，到快要胃穿洞的直说准时来到店里。由于他又是戴帽子又是戴墨镜，一度让看店的英珠误会是艺人。直说连忙解释他有血轮眼，轻易不能示人。英珠没想到这位大叔竟然拥有着熊熊燃烧的中二之魂。这时行善报完名回来了，他和英珠抱怨最近运气不好，今天总算转运了。聊到那个偷善地手机的贼，行善和英珠已经规划好要用贼身上的不同部位做出满汉全席。直说感觉到两腿一凉，赶紧打包食物走人。他在办会员结账的时候随手填了拓海的名字。这之后他一边享受美味，一边心虚自己被做成满汉全席，决心早晚要想办法缓和一下关系。直到这时候，直说依旧没想起这美味的食物，和善妈的手艺一模一样。另一边，英珠正在向行善报告自己的观察。刚才戴墨镜的客人似乎一直在偷看行善，自认为是恋爱专家的英珠断定此人对行善感兴趣。行善对英珠自诩为专家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他的水平也就逗孩子玩。这位同事为了让人不误解行善是未婚妈妈，于是编造了一个关于行善有个在赤道附近卖羽绒服的帅气老公的故事。英珠的好意被行善的吐槽让他感到很不爽，于是他开始调侃行善还是处女，非常传统。这时海一放学回家，还给行善带了点心。虽然行善一直扮演着稳重的母亲角色，但他坐在椅子上吃零食的样子流露出少女情怀。夜里，之前跟踪直说的眼镜女出了事，他晚上走夜路回家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此刻行善那边也碰到了神秘莫测的直说。这位自负的男子特意托人买来了一台最新款的手机，他暂时还不敢明确自己的身份，谎称朋友卖手机的多余库存，所以他拿来送给行善。行善还没来得及质疑这个牵强的解释，直说已经快速离开了现场。第二天，班主任宗哥在课堂上发现秀雅在上课时做直说的练习题，秀雅解释说他已经提前学完了课程内容，宗哥不接受解释，对秀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事后宗哥还向其他同事抱怨，我们难道不能出更好的题目吗？作为老师，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处理。同事们私下里对宗哥因嫉妒直说而大惊小怪的吐槽，但实际上背后有其他原因。宗哥和直说其实早就相识，早年间直说与他常幻想中的女生曾有过一段缘分，后来那个女生不幸去世，宗哥一直认为直说是个冷血的金钱至上者，将女生的死归咎于他。夜里，海一参加了直说的一堂课，回到店里极力称赞这位老师魅力十足，热爱数学，这让行善也开始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海一刚走，直说便来到了店里，行善迅速上前归还手机，他局促不安地表达了自己目前没心思谈恋爱，只想专注事业。直说对行善的话感到困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在这时，善地认出直说正是那个投机取巧的小偷。行善发现这一真相后气愤难平，正准备和直说理论，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整面玻璃被人砸碎了。他和直说一起被带到警署录口供，这对冤家在警署里互相拌嘴。一向尖酸刻薄的直说在行善面前完全没有了脾气。在做笔录的间隙，直说私下向警察透露了自己的名人身份，怀疑这次玻璃被砸是他的一些私生饭或者黑粉在背后捣鬼。由于行善一直没有听到直说的真名，直到直说被拓海带走，他还不知道这个抢弟弟手机的男人原来是海一的培训老师。那晚回家后，直说开始计算打碎玻璃的射击角度和位置。行善的店周围没有监控摄像头，直说只好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尝试破案。第二天，直说本来想和行善好好聊聊这次的事件，偏偏行善忙着每天帮海一抢他补习班前排的座位，他根本不想理会这个讨厌鬼。时间一天天过去，在编剧的安排下，发生了各种遭遇。行善竟然一直没发现直说的真实身份，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变得和缓。直说确实很喜欢行善店里的饭菜，尽管知道行善不太喜欢自己，他还是经常硬着头皮去那里吃饭。一天晚上，行善不小心把擦窗户的脏水洒在了直说身上，觉得抱歉的行善想让直说换上他弟弟的衣服去吹干。直说有洁癖，也不想在别人面前露身体，所以坚决拒绝。两人正拉扯间，海一回来了。直说得知自己的补习班学生竟是行善的女儿，当时他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就像网上匿名喷子突然被揭穿身份一样。他连饭都没吃，第一时间逃离现场。行善心里也非常不安，他担心直说会因为小心眼而报复海一。第二天一早，行善就打电话给直说，约他来店里。直说很怕行善想找他单挑，他自知不是国家队选手行善的对手，所以提前和拓海商量好，一旦形势不妙，就两人联手对付行善。结果全是误会，行善做了一大桌好菜，想通过美食缓和与直说的关系。两人的紧张情绪在这一刻得到了缓解。善弟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英珠向善弟解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对父母来说，儿女就是他们永远的弱点。那天晚上，直说因为美食而好转的心情被一连串的糟糕事情彻底搅乱。同事在公司聚餐时暗地里议论他，偶遇老同学，直说被当成了付账的冤大头。虽然看似事业有成，他却感受到了来自这个世界的排斥，几乎没有朋友。行善和直说的关系刚有所改善，却因为一件小事差点再次闹僵。这次起因是直说他们的培训机构即将开设的只招7人的超级精英班，需要通过出题测试来挑选学生，定制合适的补课内容将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行善担心直说太忙可能会忽视饮食，特意准备了便当，没有打招呼就直接送过去了。结果直说大发雷霆，他本来就严厉，这次因为担心考题泄露和行善大吵了一架。行善感到非常委屈和生气，同时另一队也出现了问题。善仔把妈妈收集的往年试题发给海一参考，绿姐不想儿子多一个竞争对手，立刻阻止了他，还恶意怀疑海一是为了试题才接近善仔，母子俩因此大吵了一架。第二天，善仔发现妈妈突然昏迷了，立刻把绿姐送到了医院，看起来她可能赶不上测试了。这时，直说因为交通堵塞也快要迟到了，学生们已经开始考试，他需要给家长们开说明会。幸好行善骑着电动车经过，没有计较以前的过节，载了直说一程，让他没有迟到。海一和行善一样，都很热心，在考试前夕帮善仔争取时间，让他也及时赶到。好事成双，海一和善仔都通过了测试，他们进入了超级精英班的7人名单。那晚行善非常开心，她拉着闺蜜英珠去庆祝，喝了很多酒。英珠很了解行善，知道他喝醉后喜先乱亲人，所以非常担心行善喝醉后会闯祸。结果真的出了事，直说恰好在附近闲逛，被行善一把抱起来，尖叫失声。下一秒，醉酒的行善失去平衡，两人一起倒地。半夜时分，行善酒醒了，回想起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无比尴尬。第二天直说来店里吃饭，行善特意躲了起来，偏偏这时电话响了，他不得不出面。谈话中，直说半开玩笑的说他喜欢，行善的心跳突然加速。直说见状，调皮的改口说是喜欢今天的菜色。买完便当离开时，直说忍不住想笑，越想越觉得这位学生家长很可爱，本来应该可爱的学生们反而没有那么可爱。曾经的学霸秀雅看着海一的成绩逐渐超过他，压力很大，经常在同学面前失控，弄得大家都不知所措。女儿因为成绩变得神经质，妈妈却完全没意识到，反而自我感觉良好。亚妈私自组织了一场超级精英班家长会，绿姐和她一向不对付。绿姐批评亚妈安排的补课强度太低，亚妈抱怨绿姐对孩子要求太严，还提到了多年前一个因补课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行善好心去劝架，结果被亚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这让她对这些疯狂的女人感到心有余悸。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女人富妈偷偷找到了亚妈，她的儿子阿富没有考进超级精英班，富妈试图说服亚妈帮助阿富走后门，亚妈立刻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替换掉她眼中的眼中钉，她很快找到了她的死对头绿姐，但亚妈并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报复绿姐赶走善仔，而是打算说服绿姐一起把海一赶出去，因为海一的崛起让秀雅心态崩溃，这才促使亚妈动用阴招。绿姐本来准备起身离开，不想与亚妈为伍，正好看到海一和善仔笑容满面的路过，绿姐担心儿子恋爱影响学习，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不久，这群疯狂的女人的愿望成真，培训机构通过玩文字游戏，把海一定义为不符合超级精英班的学生。行善这性格肯定忍不了，可是和有钱有势的商人斗争实在太难。
海一看着愤怒的小姨，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暗箱操作也让直说很不满。直说出身贫寒，追求公平，因为这是贫寒家庭唯一的逆袭机会。加上他和行善关系渐暖，也很喜欢勤奋的海一。愤怒的直说直接去和校长大吵一架，不管对方怎么软磨硬泡，坚持要和海一一起退出超级精英班。更恶心的是还在后面。体育课时，秀雅趁海一走神，假装失手伤到了他。这时，一个新角色大郎出场，他是个既温柔又霸道的体育生，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了海一。大郎的凌厉眼神让秀雅差点尿裤子。亚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跑到行善的店里，表面关心的埋怨补习机构，言谈间突然要求行善退出超级精英班的家长群。他担心行善也能获得群内分享的各种消息，这让行善更加愤怒。他再次冲到补习机构进行抗议。补习机构的校长为了躲避他摔了一跤，校长借此大做文章，暗中指示秘书报警，还专门扭曲舆论攻击行善，让所有补习机构将海一列为黑名单。直说偶然得知校长的计划，在警察到来之前把行善带走了。一向问心无愧的行善对校长的暗箱操作恨之入骨，同时因为一时气愤，连带对直说也产生了疏远感。他的店门口贴出了一个告示，明确表示拒绝接待直说所在补习机构的员工。自从不能再吃行善家的便当后，直说的精神和体力都迅速下降。他还是因为不想连累那些无辜的超级精英班学生，终于还是决定继续给他们上课。虚弱的直说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的诊断是，直说因为对超级精英班学生的责任感，导致了他对海一的内疚。他自责没有解决不公平的状况。医生的话让直说陷入了深思。这时，学校出现了一段让人感叹的剧情。体育生大郎因伤无法继续追求职业运动生涯，通常有些刻薄的班主任宗哥这次展示了坚持不放弃的态度。在宗哥的鼓励下，大郎开始将重心转向学业。既然决定认真学习，他需要一个好的榜样。他选择了优秀的学生海一作为学习的榜样。夜晚，直说在给超级精英班补课时体力不支，频繁出错。阿富不断冷嘲热讽，直说不愿纵容，直接将这个麻烦学生赶出教室。事后直说想象海一坐在阿富的位置上的场景，他相信那个勤奋的女孩眼里一定充满光芒。直说又回想起心理医生的话，他决定要尽力改变现状。那晚直说开车直奔行善的店铺，虽然他无法影响校长让海一进入超级精英班，但他可以私下给海一提供家教。行善听到这个提议非常高兴，这个夜晚注定是喜忧参半。阿富在便利店和朋友抱怨直说的教学方式，他计划找机会好好教训一下直说。聊天中，阿富还夸耀他母亲帮他通过后门进学校，他感叹人应该像他母亲那样，总是淘汰别人而不被淘汰。阿富这番话引来了不测，一个戴兜帽的男子已经注意到了他。当晚阿富被人用钢珠攻击，他被追至绝路，一场悲剧已无法避免。直说和行善达成了一项看似不平等的协议，直说为海一提供辅导，行善只需提供便当。行善深知补课的市场价，从他的角度看，这笔交易似乎对直说不利，但只有直说知道行善家的饭菜对他意义重大。直说非常想念那个味道，一天不吃就会头晕目眩，甚至失眠。同时直说在享受美食。阿富的死引起了警方和公众的关注，兜帽男也出现在了事发现场，他还捡起了现场遗落的钢珠。第二天早上，直说和校长一起来到了案发地点，阿富恰巧死在了补习班大楼下，而且阿富之前在课上与直说有过激烈的争吵。这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警方传唤了直说去问话。在得知他前一晚与阿富争吵后，但全程对直说非常客气，并没有当作嫌疑人盘问。阿富的死讯很快在学校和社会上都传开了，超级精英班的妈妈们表现出了可怕的一面。本应因事故停课的补习班，妈妈团坚持不能浪费时间，竟一直要求补习班照常上课。这消息传到直说这里，他感到震惊，但考虑到孩子们宝贵的备考时间，他决定鼓起勇气继续备课。行善在店里听到妈妈们的谈话，一方面对这些女士的竞争震惊，一方面又担心脆弱的直说撑不下去，因此他特意发信息给直说，提议延迟海一的补课时间。直说因其责任感强烈，拒绝了行善的提议。那天晚上他坚持上课，尽管身体非常疲惫，脸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拓海送他回家时，脸上也无表情。关灯后吃药睡觉，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默默表达着疲惫和沮丧。每次直说心里有问题时，他都会睡在地板上。这一夜他睁眼从夜晚到天亮，一秒都没睡。天亮后，直说想出去晨跑分散注意力，结果累得几乎在沙发上晕倒。不良状态已持续超过1天。善仔也状态不佳，放弃体育的大郎最近一直纠缠海一补课。善仔害怕喜欢的女孩被大郎抢走，每天心神不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救命药，善仔的救命药是海一，而直说的救命药是行善做的便当。他最需要的是一顿美味的便当来补充精力。第二天，精神焕发的直说出了事。前一天，他偷用同事的电脑打印了超级精英班的试卷给海一。拓海发现了打印记录，准备找那位女同事问责。直说迅速删除了监控记录，私下里告诉拓海不要无的放矢，损害团队的团结，还主动请大家吃饭，缓和气氛，让拓海感到非常困惑，不解这位以尖酸刻薄闻名的老师怎么突然改变了性格。当天晚上，直说给海一补完课准备离开时，正好行善接到警察局的电话，说善弟出了事。不巧行善的小摩托也出了故障，直说立刻开车带行善赶了过去。原来善弟特别喜欢一位女店员做的松饼，
但他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太会表达，结果被误认为是变态。行善哭着好说歹说，才让对方决定不追究。直说默默地看着行善一个人带着海一照顾善地，但其实在坚强的人内心也有脆弱的时候。行善一个人偷偷去喝酒，结果被直说碰到。这个外刚内柔的男人担心行善，全程陪着他，为了让行善尽快回家，还帮他分担了些酒。结果酒劲一上，直说醉到不省人事。第二天直说在行善家里醒来时穿着花裤子，行善怕他误会，赶紧解释说是善地帮忙换的。直说觉得很尴尬，赶忙离开。行善拿着他落下的皮带追了出去，结果刚好被拓海和英珠撞见，两人衣衫不整，还手拿皮带。这下真的解释不清楚了。拓海送直说去补习班的路上，反复提醒他停止给海一补课，否则会在学生家长中引起大骚动。直说坚持自己没有让海一进超级精英班，心里愧疚，觉得非得做些什么补偿。很快两人就不再争论这个问题了。有个黑子发帖猛烈攻击直说，帖子揭露了直说多年前在别的补习班当助教时和一个女高中生传出绯闻，后来直说被开除，女高中生选择了自杀，女生的弟弟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母亲。换句话说，直说一个人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毁灭。拓海迅速将帖子删除，但这篇帖子已经对直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情绪非常糟糕，特地约了宗哥出来见面，从宗哥那里了解到当年的情况。高中女生自杀后，他妈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这位母亲的情绪越来越不稳，最终也选择了自杀。当时小儿子正好在现场，于是被警方以杀害亲人的嫌疑逮捕。后来这位年轻人就消失了。谈话中直说不由自主回想起了那段往事，当年通过补习班的领导直说认识了宗哥，又通过宗哥搭上了他们学校的教务部长，最终拿到了考试题目。直说发现自己被利用后非常生气，因为女高中生提前得到了泄露的试题，考试时几乎得了满分。如今他因作弊的事情非常焦虑，直说找到补习班领导理论，结果被成年人的社会殴打后直接被开除了。妈妈寄予厚望，女儿卷入作弊案感到极大压力，再加上直说被迫离开，最终女高中生在极度痛苦中选择了自杀。这是当年发生的真实事件。学业压力让很多人扭曲，秀雅也不例外。她视海一为竞争对手，偷偷翻看对方书包，结果发现了直说偷偷给海一的超级精英班练习题。秀雅私下里质问善在是否把题目给了海一，善在也搞不清楚这些题目从哪儿来的，他害怕海一被当作小偷，只好同意秀雅的猜测。扭曲的人有很多，新人挖坏也是其中一员。他是直说在补习机构的同事，有一天这个人又在暗中说坏话时被直说撞见，如果直说知道这个人就是网上的造谣者，估计直说会当场对他采取极端行动。心情低落的直说去海边钓鱼，没想到碰到了行善、善地和海一在露营。直说的脾气很坏，一般人难以应对，只有行善像一缕阳光，他的开朗和热情让直说从冰冷中被拉了出来。本是孤单的钓鱼之旅，最后变成了热闹的露营活动。直说开车送行善一家回家，三人因为太闹腾，在车上都睡着了。直说又哭又笑，想把肩膀借给行善靠，可惜由于安全带太紧，最终没能靠近。露营后，海一和善仔一起去吃饭，海一因为经常帮大郎补课而疏远了善仔，借这次吃饭的机会缓和他们的关系。海一从善仔那里得知秀雅偷看了他的包，还发现了超级精英班的练习题。海一因为要保守直说的秘密，暂时没告诉善仔真相。善仔一直默默喜欢海一，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包容。同时还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负责阿富命案的警察正义在附近调查时，偶然发现有人用钢珠攻击流浪猫，他还亲眼见到了嫌疑人兜帽男。正义激烈追逐，但最终失去了目标。这时兜帽男碰到了海一和善仔，这个人竟是善仔的哥哥在哥。那夜善仔向海一透露了真相，哥哥因妈妈巨大的期望压力变得性格大变，最后变得孤僻，整天躲在家里。他们家担心丢脸，对外谎称在哥去国外留学。海一看着善仔苦涩的表情，最后决定坦白一个秘密，那就是直说给他私下补课并提供练习题的事情。这就是直说给他提供私教和练习题的事情。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温暖。遗憾的是，善仔把海一当成心上人，海一则更像是把善仔当成了好兄弟。隔天补习班下课后，拓海告诉直说做事有时候太不严谨，以后给海一打印练习题的事他包了。这个男人简直可以和行善抢一抢女主的身份。可即便拓海和直说这么小心翼翼地想暴露给海一补课的事，奈何总是敌不过已有心算无心。秀雅因为海一书包里的练习题一直很在意，这天又看到直说鬼鬼祟祟，于是联合雅妈一路跟踪尾随，眼看着直说就要彻底暴露，于是赶紧打给直说提醒他改变行进路线，假装是来行善的小吃店吃饭，结果发现已经打烊失望而归。两个人串通演了一场戏，骗过雅妈母女，总算没有暴露直说在给海一补课的事。靠着直说和海一的努力，这个本就聪明的女孩第一次在模拟考中拿下了全校第一，数学更是考了满分。行善打给直说分享这个喜讯的时候，直说在电话里非常淡定，挂掉电话之后兴奋的手舞足蹈，简直比年薪翻倍了还要高兴。这里头唯一不开心的人就要数秀雅了，家里花钱她花时间，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结果却被海一抢了风头。过度依赖能量饮料提神，外加压力过大，最终导致严重消化不良，住进了医院。面对妈妈的开导，秀雅只说了一句话：海一考了全校第一。这让雅妈也开始心里不平衡，立刻打给绿姐告状。不过她隐藏了自己极度的心思，
只说善在和海一分享超级精英般的试题，再这样下去，早恋势必影响成绩。望子成龙，心里近乎扭曲的绿姐打给善仔，放话要找海一妈妈谈判。电话那头的善仔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要这么做，就永远别想见我。”绿姐和两个儿子当下问题缠身，警察正义掌握了阿富命案的关键线索。阿富死前在便利店吃东西时，监控拍到了兜帽男载歌，后续此人又跟着阿富出了便利店。虽然全程没有拍清楚此人的脸，但正义根据他的着装和身材，基本断定和之前追的那个兜帽男就是同一个人。另一边，邢善为了感谢直说和庆祝海一的成绩提升，举办了派对。两位前国家队选手邢善和英珠都极具竞争精神，喝完酒后还不过瘾，又组织起足球比赛来。大家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夜晚。对直说来说，这感觉特别强烈，他的所有才能都集中在智力上，对于体力活动他几乎无能为力。看着身手不凡的邢善，直说不禁有些仰慕。在运动中受伤后被邢善照顾，这种感觉被极大的放大。一个不擅长自我照顾的男人遇到一个特别擅长照顾人的女性，那晚直说彻底陷落了。回到家后，脑海中全是邢善照顾他的情景。直说害怕自己和一个已婚的家长发生什么，他努力不去想那些杂乱的事情，戴上眼罩就睡了。遗憾的是，即使闭上眼睛，那些与邢善相关的画面仍然闯进了他的思绪中。为了避免出事，直说按照心理医生的建议，与更多异性接触，扩大社交圈，这却引出了不少笑话。他和一位女同事聊起他的婚礼，结果那位同事1年前就已经离婚了。他请同事帮忙介绍相亲对象，让同事感到非常紧张。同事担心直说的反常行为背后有什么阴谋。邢善也因为直说开始行为异常，他时常提起对方。这时候正义突然来访，邢善店面的玻璃之前被钢珠打碎。最近正义正在调查社区频繁发生的钢珠案件。正义离开后，他在电话中与同事讨论最近的进展。绿姐正好来找邢善，听到了正义的谈话。这时邢善前来打招呼，回想起善仔的警告，绿姐最终没有闹翻。她谎称是来祝贺海一考的第一的。晚上，绿姐回家时偶然在载歌的房间发现了钢珠。她回想起正义白天所说的话，立即追问载歌最近半夜都去哪了。载歌没解释，直接将妈妈推出房间并反锁了门。这个家不仅问题多，还充满了疑云。另一边，直说来给海一补课，他白天已经去相亲了，自认为对邢善已经免疫，结果一看到他，心跳就急剧加速。直说越来越不安，感觉自己随时可能犯错。第二天又出现了一件小插曲，直说去给海一补课时，拓海送来了讲义。两人的对话意外被直说的死对头阿坏听到，他立刻开始调查海一，准备找机会针对直说。直说高高兴兴去给海一补课，补完课后，邢善还要带他去检查受伤的手腕。直说今天特意打扮帅气，还喷了香水，但他精心打造的形象在开始接受针灸时荡然无存。他紧紧抓住邢善的手，就像一位临产的孕妇。之后，直说觉得自己很丢脸，急忙解释，邢善却似乎没那么介意。他带直说去吃饭，让他冷静一下。邢善选择的那家餐厅正是他母亲以前开的，现在转手给了一个熟人的阿姨。直说站在店外，勾起了许多回忆。他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直说没有透露他与邢善母亲之间的关系，只是悄无声息地询问邢善母亲去世的日期，心中的遗憾与悲伤达到了极点。同时，绿姐深夜潜入大儿子的房间，趁载歌睡着，用他的指纹解锁了手机。他在手机里安装了追踪软件，决心彻底查清载歌近来的神秘行为。第二天，直说根据昨天得到的信息，带着拓海去祭拜邢善的母亲。只有在这位多年的小伙伴面前，直说才能畅所欲言。从多年前到现在，邢善和他母亲一直负责他的饮食和照顾，这种强烈的循环感让人感觉非常奇妙。直说决定要开始报答他们，他匿名购买了邢善租住的房产，并将房租减半，还为每户人家安装了空调。补完课后，直说急匆匆地准备去找邢善，在电梯里遇到了死对头阿坏。阿坏阴阳怪气地评论直说精力过剩，10多年过去，他还愿意在女高中生身上费心。直说敏感地意识到对方似乎知道了什么，暗中跟踪后果然发现真相。阿坏已经查到直说在辅导海一，他联合小报记者准备编造丑闻，大肆抹黑直说。听到这里，直说出现并给了阿坏一顿修理，并警告他如果胡来就会让他坐牢。阿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暴露，稍稍收敛了。扮演完恶魔角色后，直说又恢复成天使的模样，以庆祝新房东安装空调为由，带着邢善一家去高档餐厅大吃一顿，气氛极好。不过坏消息是，秀雅在观看直说的讲课视频时注意到，直说在黑板上的字迹与海一教材上的非常相似，他开始怀疑起来。第二天，他找到自称借给海一教材的善仔，也借到了教材。他没在上面找到直说的字迹，确信海一手中的教材根本不是善仔提供的。另外一方面，邢善和英珠分享了一个重大秘密，他偶然看到拓海在和前房东交易，询问之后才知道是直说买下了周边的房产。他说因为长得帅又心地善良，所以给大家打了房秋。英珠开玩笑说邢善肯定是直说的心上人，偏偏就在他们去给直说送餐的时候，碰到了直说之前随便相亲的人，那人条件很好，主动追求，这让邢善误以为直说已经有了交往对象。紧接着直说的举动又让邢善感到困惑，直说没法抵挡相亲对象的热情，去参加了他的音乐会，但中途因为海一学业有问题，邢善轻伤了自己，匆忙离开音乐会赶回来，结果他们被埋伏已久的妈妈团抓了个正着。
亚妈根据女儿提供的信息，竟然暗中雇了私家侦探来跟踪他们。同时，还有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玉姐根据手机定位跟踪在哥，来到了一幢大楼，这里正是小黑子阿坏住的地方。当时他正被一个钢珠杀手狠狠追击，最终无路可走，被打晕倒在地。直说给海一补课的事被妈妈团抓个正着，行善非常担心，他和直说都不想让对方受伤，两人争先恐后的想要直接面对这群狠辣的妈妈。最终还是直说更坚决的选择了与众妈妈正面交锋。他质问这些女士，为什么把海一从尖子班挤掉，现在还要针对他，难道不觉得良心不安吗？而直说在利用私人时间给别人补课，所用的教材他本人有正规版权，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妈妈团不管这些，他们典型的见不得别人好，只想闹事。本来还能与直说斗嘴的绿姐，此时却是六神无主，一直在家里等。她想要弄清楚大儿子最近鬼鬼祟祟究竟在干什么，但对方依然拒绝与他沟通。第二天，直说遇到了大麻烦，亚妈带领的妈妈团把事情告到了校长那里。要不是因为直说是个稀缺资源的王牌教师，估计他早就成了平息妈妈团怒火的牺牲品，直接被开除了。气头上的直说质问了校长一番，他坚持不会停止给海一补课，这更激怒了亚妈。这个疯狂的女人为了成绩连女儿的身心健康都不在乎。从校长那里得知直说的态度后，亚妈开始无中生有的研究直说和行善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系列调查，她发现行善每天都去给直说送餐，立即脑补了一出学生家长色诱老师的狗血剧情。亚妈用小手段从直说那栋楼的监控室弄来了行善送餐的照片，然后编造了一篇超级狗血的八卦帖子，把脏水泼向了直说和行善。行善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首先是一个疯狂想火的博主冲入他的店铺直播，引起了一阵混乱。接着海一也受到了牵连，一些不知轻重的男同学拿海一妈妈的事情开玩笑，大郎和善仔见状立刻介入，与这些笨蛋打了起来。海一眼泪汪汪，脸上满是惊慌，结果打架的学生最后都被要求写检讨。这件事让善仔和大郎的关系有所缓和，善仔见大郎既不会写也不愿写检讨，就主动帮他写了，这让大郎直勾勾地盯着他说，你这是干嘛？我都快动心了。善仔吓得腿都软了，心里想，难道这家伙真的对我有意思？晚上海一匆匆赶到医院，因为博主造成的惊吓，善地住进了医院。海一感到非常愧疚，想要坦白他和行善不是母女，这样公众就不能攻击行善是已婚妈妈勾引学生的老师。行善担心海一受伤害，坚决不同意。回家的路上，海一艰难地摸出手机准备发帖，她想起曾向一个闺蜜坦白过自己的身世，结果被对方用来当作谈资，海一几乎无法呼吸，最终没有勇气坦白。海一刚离开，直说就来找他，他带着行善去吃了一顿一直没机会吃的晚餐。看着身边狼吞虎咽的行善，直说在心疼之余也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遗憾的是，和名人扯上关系往往需要承担很多，很难得到幸福。经过反复考虑，直说停止了给海一补课，从此不再去慈善店买东西，以避免给他带来更多麻烦。直说的妥协让亚妈非常高兴，他还带领妈妈团大肆庆祝。只有绿姐看不惯他的得意，冷冷的离开了。时间一天天过去，行善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那天他陪海一去听一个重要的入学讲座，没想到直说也参加了讲座。不少家长针对直说的绯闻提出问题，有人认为他有问题，有人则声讨绯闻中的女方别有用心。行善感到非常尴尬，急忙起身想要离开，正好被直说看到，他的话让行善停下了脚步。当家教是我主动提出的，动心的也是我，他是个温暖又耀眼的人，请大家不要随意评论。行善完全呆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讲座结束后，行善偷偷发信息，把直说约在他家门前的自助式 KTV。行善询问对方是否为了帮他才接下了所有这些，直说的回答没有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就喜欢上了行善。直说无法否认心底真实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一直误以为行善已婚。直说同时表示不想给行善添麻烦，他会努力克制这种不当情感。直说这话对行善造成了巨大冲击，对他自己的影响更是深远。培训机构收到了许多退课电话，直说讲座中的告白被认为不分公司，他面临职业生涯中的巨大危机。校长表面上建议直说暂停讲课休息，私下里急切联系其他顶级教师，显然是打算逐渐边缘化这位王牌教师。就在这时，警方发现了阿坏的尸体，额头有被物体重击的伤痕，口袋里还有钢珠，被认为是死者留下的关键线索。这一切暂时与直说无关。停课后，他每日闭门不出，独自在家中。突如其来的清闲让他感受到强烈的孤单。过去忙碌的生活让他无朋无侣。在便利店买泡面时偶遇宗哥，宗哥看了讲座视频后觉得直说很有心情，首次认为自己曾经误会了他，于是两人一起喝了顿痛快的酒。不知不觉中，两人都喝醉了，心结也解开了。宗哥随手用直说的手机拨了个号码，打给了最近联系的善地来接人。直说终于安全回到家，半梦半醒中，直说仿佛看到了行善，他不由自主地吻了他。第二天醒来，直说既震惊又羞涩，立刻断定这肯定是一场梦。接下来的日子里，直说彻底消失了。拓海对他的关心显然超出了工作关系，到处寻人，脸上满是焦虑。最终是行善想起了曾在露营时见过直说钓鱼，他连夜找到了正在钓鱼解压的直说。直说说自己饿了，两人一起去了善妈曾经开店的地方。在那里，直说讲述了自己与善妈的缘分，行善这才知道对方原来是妈妈曾帮助过的穷学生。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直说接着告诉行善，他是把对善妈的感激和爱搞混了，才误以为自己喜欢上了行善。回家的路上，两人都没说话，直到分别后，行善才大声哭泣，他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段不再有的缘分。这一幕被海一默默目睹。又过了一阵，直说回到补习班，结果很多同事都已经辞职了，原本由他负责的班级被校长新请的明星讲师接手，直说只好去一个设备简陋、学生数量也少的教室。他察觉到了校长的态度变化，于是主动提出终止合作。之后，直说默默地来到行善店附近，远远地偷看，结果被海一撞见了。海一清楚地知道老师对阿姨的感情不是误会，因此他鼓起勇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此同时，之前来慈善店蹭热度的主播又找到直说，当直说难以应对时，海一突然出现，他坦白说行善只是他未婚的阿姨，他和直说之间并没有不正当的关系。同时，绿姐的丈夫也给他带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他刚从警局回来，听说儿子所在的培训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绿姐听到死者的住址后脸色大变，那正是他上次追踪大儿子去过的公寓楼。这两件事都惹出了大麻烦。直说从海一那里大致了解了他和行善的关系，于是直接冲到行善的店里，结果扑了个空。行善看到直说也出了门，直说在等行善的过程中，从英珠那里详细了解到行善为了保护海一所做的牺牲，越来越被这个不凡的女子吸引。但直说一直等不到行善开诚布公，他失魂落魄的回家，却发现行善一直在那里等他。这位一直单身的大姐姐在海一的鼓励下决定面对自己的感情。的确，有缘分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分开，他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感情，彻底了解了彼此的顾虑，突破了重重障碍，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关系。同样是惹出了大麻烦，直说和行善迎来了甜蜜的时光，而绿姐那边却迎来了麻烦。她质问儿子为何出现在命案现场，儿子神情异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这让绿姐更加怀疑儿子可能是凶手。新的一天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海一昨晚刚曝光了真相，他带着坚定的心情来到学校，不确定是否会像以前那样因为身世受到伤害。幸运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失望，亲近的朋友们纷纷送来鼓励，甚至不太熟的同班同学也鼓掌为他加油。这次直说和行善的关系得到了澄清，那些当初嫌弃他人品而离开的朋友们纷纷回头，直说并没有和他们计较，连过河拆桥的校长他都没推出去。得知校长新请的老师和旧公司存在合同纠纷，学校的另一位王牌老师阿坏被杀害，直说对校长既感到惊讶又有同情。夜里，直说给海一补完课后，在行善家吃了顿便饭。这个男人长期压抑的真实性格开始显露，撒娇让行善喂他吃饭，只要在行善身边，直说就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两人深谈后，直说决定按照海一的建议打开心结，回到原来的培训机构。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直说重提旧事，一脸严肃的要行善喂他吃饭。行善脸红耳赤，显得十分害羞。小姨的桃花开了，海一的桃花也不落后。在他的帮助下，大郎的成绩提升迅速，他竟然当着全班的面立下约定，称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就让海一做女朋友。同学们起哄，海一羞涩，唯有善仔气得要命。上厕所时用没洗的手在大郎头上狠狠拍了一下。大郎明白对方也喜欢海一，他一点也不生气，笑着说：“不怪我啊，你不进攻，在我看来就是让步的信号啊。”夜里，甜蜜氛围中出现了一丝不和谐的声音。直说带着拓海和行善一家去打保龄球，拓海私下对行善说他干涉了直说的人生，导致一向坚持自己看法的直说改变主意，回到了原培训学校。他话里带刺，不明显，别人听不出问题，但行善的直觉告诉他拓海对他有意见。接下来的事件暂时打断了主角团的感情故事。警方在追查在哥时遇到了善在，看到哥哥的照片在警察手中，善在心想不妙，他慌张的谎称不认识，因为表现得太异常，反而被警方注意。警方跟踪善在到他家，在哥意识到警方是冲他来的，立刻逃跑。此时直说刚帮行善送完货，行善提起拓海对他的不友好，直说不认为拓海和行善之间会有什么恩怨，下意识认为是行善过于热情，拓海不适应。行善没想到最后责任落到自己身上，两人因此争执了几句。他们因为不看路，差点撞上了正在逃跑的在哥。在哥犹豫了一下，结果被警方抓到。绿姐接到消息，急忙赶到警局，她断定儿子就是杀人凶手，于是用各种计谋阻止在哥开口。海一从行善那里得知善仔家出了大事，他打电话给善仔，但一直没人接。这家人无论老少，各自心事重重。因为之前的争吵，行善和直说暂时还在冷战状态。另外，拓海在背后添乱，加剧了矛盾。这对热恋中的恋人遭遇了首次大危机。拓海故意安排直说的日程满满当当，让他没空和行善和解。就在拓海暗自窃喜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年轻男子把拓海叫做梁健，声称是拓海的老同学。拓海坚决否认，说对方认错人了。旁边的直说感觉有点不对劲。此后，拓海再次显示出他的可怕一面。行善主动发消息想和直说和解，却被拓海偷偷删除了。行善等了很久都没收到回复，气得一夜难眠。天还未亮，他就起床去买菜了。在这奇妙的氛围中，两人心中的怒气几乎消散殆尽。一番交谈后才知道，一方发送了和解消息，而另一方根本就没收到。两人都以为是短信发送失败。拓海看不惯他们和好，在三人一起出海玩耍时，拓海故意装作操作失误，让行善跌了一跤。
行善虽然嘴上不责怪拓海，但表情微微有些不对劲，他似乎察觉到了拓海的故意为之。行善和直说的感情经历了层层波折，与此同时，英珠的生活也迎来了曲折的开端。他单身太久了，非常渴望谈一段美好的恋爱。最近他发现，一直当做弟弟看待的善弟，已经长成了一个体贴的男人。英珠是为数不多不在意善弟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一次酒后，英珠鼓起勇气向善弟告白。对感情世界很陌生的善弟感到慌张，拒绝了英珠。行善和英珠的境遇宛如镜子的两面，一人兴旺，一人衰。英珠刚倒霉不久，行善就被直说带回了家，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成年。行善第二天回家时，碰巧遇到急匆匆出门的海一。尽管年纪不大，海一却颇有见识。他嘱咐行善赶紧换掉昨天的衣服，以免让英珠察觉他夜未归。说完，海一便急忙跑去学校。海一拿到考卷的那一刻，愣住了。试卷的题目竟然和张在不久前给他的习题完全一样。善在也愣住了，这些习题是绿姐给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母亲会去偷题。与此同时，在哥的案子开庭了。他在庭上出人意料地说起自己一直在喂养流浪猫，后来发现有人用钢珠攻击这些小猫。在哥在调查中意外发现一个穿着和自己相似的帽衫男，在跟踪帽衫男的过程中，他意外目睹了对方杀害阿坏。在逃跑过程中，在哥和帽衫男发生了肢体冲突，他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但幸运的是，他注意到了对方食指上的茧。这时，镜头转向拓海，他的食指上也正好有茧，不再保留秘密。这个人正是那个玩钢珠的恶棍。最终，在哥暂时被释放了。走出法庭，绿姐质问在哥为何不早点说出真相，让他出了丑。在哥冷冷回应：“你有问过我吗？你一开始就把我当作凶手了。”母子俩再次不欢而散。绿姐回家后，又因为找人偷试题的事和善仔大吵一架。绿姐望子成龙的心态已经扭曲，看着弟弟瘫在地上，在哥心里充满了心疼。他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因为试题泄露的事，海一也很担心善仔，不过他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没得到回应。夜里，海一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直说因为家里的暖气坏了，急匆匆的来借宿，结果被善弟按照男生应该和男生睡觉的原则带回了房间。夜深了，心情郁闷的直说一直试探善弟是否已经睡着，结果对方一直装睡，差点让直说崩溃。直说好不容易才把善弟哄睡，转头就悄悄溜进了行善的房间。行善担心被别人发现，只同意让直说待在那里5分钟。直说开心的说他不需要5秒钟，结果两人一不小心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不巧善弟半夜醒来，发现直说不在，直说只好和善弟定下男子汉的约定，请求他保密。善弟很震惊，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把他当成男子汉对待。善弟爽快地答应了。有人愿意替人设想，另有人却专门搞破坏。行善去给直说送饭，恰好直说在录制课程，于是拓海承诺等直说忙完后帮忙转交。行善刚走，拓海便将食物全扔了。没想到行善回来送湿纸巾时撞见了这一幕，行善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从上次出海，拓海以风浪为由操作失误，到这次直接扔掉食物，拓海显然是在处处针对行善。直说听到了他们的争吵，行善拒绝了直说的挽留和解释，他带着满脑子混乱的思绪匆忙离开。直说回去工作时，解释的人变成了拓海。直说整个过程冷漠，与拓海格外疏远。海一终于联系上了善仔，但对方既不解释也不愿见面。不知如何是好的善仔将手机摔到了地上。绿姐听到声响进来，捡起了手机，看到聊天记录，终于明白儿子竟然和海一共享了试题。绿姐约海一出来，希望他能为善仔的未来保守这个秘密。海一没有被绿姐说服，他早就看出善仔被绿姐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海一决定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秀雅在街上远远地看到了海一，因为成绩被海一超越，心魔极重，竟然萌生了要害死海一的念头。夜深了，行善一直等不到海一回家，电话也联系不上。行善急了，四处让朋友帮忙寻找，可是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找到人。这时候警局打来了电话，说海一手机关机前曾联系过一个号码。行善查了通讯录，发现那号码居然是绿姐的，他立刻联系了绿姐。绿姐谎称自己联系不上善仔，所以打电话问海一知不知道善仔的联系方式。他隐瞒了自己和海一见面的事。善仔偶然听到了这通电话，他昨天明明就在家，根本不可能联系不上。善仔质问母亲是否想对海一不利，绿姐坚称他只是想让海一保密偷题的事。此时失踪的海一成了焦点，班主任宗哥给行善带来了一个消息，最近的一次考试海一交了白卷，非常反常，但这个消息对找人帮助有限。这里透露了海一失踪的可能真相，他昨晚被一个神秘人追赶，意外遭遇交通事故，追他的人正是拓海。这一切要追溯到更早之前，当时拓海计划在行善家附近用弹弓攻击他，这一幕被海一看到了。拓海费了好大劲将海一绑回家，机智的海一挣脱后逃了出来，这导致了后来的追逐和交通事故。狡猾的拓海趁围观群众注意海一时，偷拿海一手机发了一条像遗书的信息，故意将这场意外包装成海一自寻短见，随后擦掉指纹，将手机扔在地上。很快海一出事的消息传开了，善在赶到医院看望昏迷的海一，他偶然听到警方对此案的判断。海一手机最后发出的信息充满了轻生倾向，加上行车记录仪的画面，看起来海一像是直接向快车冲去。除了行善一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海一因压力过大想不开。善仔误以为海一的心理问题源于作弊，
他极度痛苦，找绿姐大吵了一架。第二天，善仔带着厌世情绪来到学校天台，他得知海一出事前的考试交了试卷，这个女孩为了不作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想到自己无意间对心上人造成的伤害，善仔感到非常愧疚。关键时刻，大郎赶到了，他揍了善仔一顿，总算让这个情敌清醒过来。大郎告诉善仔，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海一不会因为善仔的轻生就能醒过来。若有所思的善仔找到了宗哥，他终于鼓起勇气坦白了自己作弊的事。接下来剧情主要转向拓海，拓海承认自己的工作安排存在很大问题，一边说着会帮忙推掉工作，一边又给安排了满满的行程。事情曝光后，拓海声称这是为了直说的前程考虑。最近这段时间，直说因为恋爱被行善严重拖累，拓海情绪过于激动，说话不加选择，他甚至说出了直说大惊小怪，海一又没死这样的话。直说感到震惊和愤怒，最终选择与拓海断绝关系。同事们纷纷感叹，他们两个人的分别有种离婚的既视感。这时，警方传唤直说配合调查。行善的店的玻璃在他在场时被钢珠打碎。阿富死之前曾和直说吵过架。阿坏在给后辈的最后一通电话中，也提到了自己暗中对直说的事情被发现了。警方检查了直说干净的右手，直说从警方口中得知，有目击证人看到犯人右手食指第二指节上有一层很硬的老茧，似乎是反复使用强力弹弓拉开形成的。直说即将离开时，警方又问了他2个问题：是否认识梁介或启介？直说一愣，他隐约记得最近在某处听过梁介这个名字。至于启介，是他曾经短暂带过的后来轻生的女学生。这里插入了一段往事回顾。当年启介向学校坦白了自己被母亲胁迫作弊的事，回家后被母亲痛骂，最终选择了轻生。梁介曾经看过启介的笔记本，知道启介最信任的就是直说，他因此对直说产生了深厚的好感，这直接影响了梁介后来的许多选择。女儿死后，老妈变本加厉，她将所有希望都强加在梁介身上，这直接导致梁介受尽折磨，梁介逐渐变得阴暗。那天，他看着阳台边的妈妈，眼神中透露出恐惧。画面转变，梁介出现在法庭上控告他的母亲，但因为证据不足，母亲之死被认定为因承受不了丧女之痛而轻生。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梁介长成了一个大个子，他找人做了假证，从此变身成为拓海。为了前后称呼统一，我们就继续叫他拓海吧。这家伙逐渐接近直说，从那以后，两人关系好到几乎形影不离。正是因为这种心理扭曲，拓海不允许别人接近直说。往事渐渐落幕，直说翻看着不久前拓海送来的笔记本，笔记本上的红色墨水印记让他心中一紧。直说清楚地记得海一的手掌上也有类似的红色墨水。第二天，海一的亲妈善姐突然回国，这位急躁的女士短暂地打乱了直说侦破案件的思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善于对自己作弊的事情进行坦白，这导致学校内外对此事议论纷纷，人尽皆知。相比这2件事，直说与拓海的直接对抗更加激烈。拓海来到直说家中进行各种道歉，表现得仿佛没有了直说就无法生活。直说接受了拓海的道歉，并主动与他握手和解。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握手其实是为了确认拓海的手是否柔软，不是为了确认拓海的手指是否有老茧。拓海手上的茧让直说心寒。之后，直说悄悄跟踪拓海，确定了他的住处。此刻他的心情极为复杂。随后，直说趁拓海开会时偷偷进入了他的家，在尝试破解拓海家门锁的密码时，直说带着一种决心尝试了自己的生日，没想到竟然成功了。直说被拓海对他的畸形情感吓得心惊胆战。接着他在房间内发现了一本写有启介名字的笔记本，模糊的记忆逐渐变得清晰。直说最终确认拓海就是启介葬礼上的那个小胖男孩，那个背负谋杀母亲罪名神秘消失的男孩。回到车里的直说接到电话，得知拓海并未去开会，他心里一惊，想到了一个不好的可能。直说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正好赶到拓海准备对海一进行暗杀。拓海被直说吓得慌不择路，逃向天台，直说紧追不舍。两人在天台上爆发激烈争执。启介最大的梦想曾是成为直说的助教，拓海受启介的影响，一直将直说视为偶像，但他内心的崇拜逐渐变得扭曲和畸形。所有阻碍直说成功的人都被拓海清除，即便到现在，他仍不认为自己做错了。拓海与直说之间的分歧已无法调和，他感到生无可恋，一种厌世的念头开始主宰他的思考。画面转换，拓海的案件被报道上了新闻，这位凶手在案件破解前选择了自杀，这件事给直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拓海虽然用错了方式，但对直说而言，拓海确实是在无条件的付出。幸好在直说心情低落时，行善一直陪在他身边。不久后，海一醒了过来，张在探病时带来了一个消息，因为泄题风波闹得太大，他最终决定退学。退学背后有亚妈在推波助澜，这个女人希望通过善在退学来减少与女儿的竞争。之前一直在抗议闹事，现在善在真的退学了，亚妈带着妈妈团去开庆功宴，结果撞见了老公与其他女人出轨，亚妈遭遇了惨烈的反噬，反倒是善仔看得很开。退学后，他的负罪感减轻了许多，全力投入到与大郎争夺海一的行列中。他既帮海一扎头发，又大胆告白，彻底放开了自己。海一的回答是高考后再说。大郎疯狂嘲笑善仔，坚持认为海一其实是在含蓄的拒绝善仔。两个男生追逐打闹，我觉得他们俩挺适合组成 CP。善弟和英珠偷偷走到了一起，
起因是英珠被家里催婚要去相亲，单帝受到刺激，向英珠表白了自己的情感。两人相识多年，早已习惯了彼此的优缺点，他们就像一家人，无法接受失去对方。于是这两个母胎单身正式脱单。正当一切和美的大结局即将来临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简单说，就是海一的生母单姐实在太难应付了。海一出院时，单姐对他们的住处各种吐槽，私下里还打电话给有钱的准妹夫，直说借钱。海一警告单姐，如果继续这样，他就宁愿去死。回房间后，海一大哭一场。他刚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夜里，邢善举办了一个派对，庆祝海一出院。没想到海一突然说出了惊人之语，他要跟着生母单姐去日本生活。海一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希望尽快带走单姐这个吸血鬼，同时减轻邢善的负担。他知道如果说出真相，邢善绝对不会同意，因此海一刻意隐瞒，这让邢善感到困惑又难过。每家都有难念的经，为了不影响女儿接下来的高考，雅妈即使丈夫出轨也选择不离婚。她打算等秀雅考完高考再处理。结果夫妻俩的对话被秀雅无意听到，这让这个女孩感觉像被大卡车反复碾过一样。第二天，秀雅告诉妈妈，如果想离婚就离，她能承受。经历了多次学业压力的磨练，秀雅已经变得更加坚强。之后，秀雅在补习班偶遇了大郎，阳光大男孩像陨石一样猛烈撞击秀雅的心。编剧似乎被月老附体，开始搅局。晚上，邢善为海一买了很多东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单姐抱怨这些大包小包很麻烦，认为完全可以等到去日本再买。邢善失控地回应单姐，海一总是以省钱为由拒绝这些东西。这时海一刚好回到家，正如邢善所说，这个女孩非常懂事。海一坚持要退掉这些礼物，把钱退回。海一故意说了些冷酷的话，希望邢善在忘记他时能少一些伤心。单姐看着邢善和海一都非常伤心，特别是海一悄悄地躲在房间里哭泣。这一刻，单姐终于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第二天，单姐在送海一去学校时，特意叫他回头拍照。单姐默默地保存了那张照片。另一方面，绿姐涉及考题交易的案件结束了。由于单仔自首，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律师被罚款并暂时停止了律师资格。这次事件让绿姐性格大为改变，她对丈夫和孩子不再那么苛刻，主动给在哥夹菜，约大儿子去旅行，家庭关系显著改善。单姐也为家庭和谐出了一份力。经历了邢善和海一的感情后，单姐认为自己不应成为破坏者，因此她选择离开，让母女关系得以维持。单姐大赞妹妹是个好女人，抚养外甥女，心胸宽广如海，直说找到邢善是她的幸运，善言善行结善缘。故事最后，单姐终于有了一些觉悟。邢善从姐姐留下的信中恢复过来，接连遭遇2次打击。首先是他意外发现英珠和单帝有关系，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正当邢善准备严厉询问时，又从一位买小吃的母亲那里得知，今天有人偶然拍到直说和一位漂亮女士亲密交谈。众人不禁感到震惊，开始担心邢善和直说的关系。直说在网上看到被偷拍的照片已经太晚，网友在评论区猜测这位明星讲师的私生活。直说联系不上邢善，焦急万分，他只好来到邢善的店里等待。没过多久，这位失联的女店主出现了。直说害怕被误会，赶紧开始解释。邢善一边听一边突然掏出戒指求婚，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外宣示自己对直说的权利，以避免各种麻烦。直说回忆起来，也拿出了自己的戒指。原来他也打算通过求婚来巩固这段关系。相爱的人最终走到一起，无情的人则寂寞如红薯。转眼到了高考，海一发挥出色。考完试后，他第一时间跑去找邢善。那一刻，两人仿佛回到了多年前。那时的海一还是个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小女孩。随着大结局的到来，每个人都迎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单帝成功让英珠怀孕，再哥去当兵了。母子俩每次见面都非常温馨。大郎和秀雅关系越来越近，看来他们之间会有发展。海一亲吻单仔，回应了对方的情感。寒冷的夜晚因此变得热烈。直说每天都去接邢善。这位前国家队选手在海一考入大学后，也决定追求自己的梦想。他每天都在学习，准备考取与运动相关的执照，这让充满活力的直说感到有些辛苦。好消息是，邢善经过几次落榜后，终于成功考入理想的学校。他们在人潮涌动的街头毫不避讳相拥。